我的财产没有那么多，你还是要叫我交那么多的税，那你就是在杀我啊！你有真正拿到遗产的人，你才能够缴遗产税。啊，你只是用金额在那边挪来挪去，就让没有拿到遗产的人也要负担高额的遗产税，是不是不平等？你不要说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法官动北调，大法官看了这个也觉得，哎呦，这个不行啊！谁知道会我们只有打到他很稳。来聊廖正，我们今天要讲宪法法庭113年宪判字第11号判决。那这个其实是已经判好一阵子了。那之前我们在录的时候，因为之前有其他相关议题等等的，比如说劳动部的霸凌等等这个问题，这些部分我们花了一点时间去处理。那有同学留言问我说，我身上这个是哪里来的？没有，其实这个是 Uniqlo， 它跟那个哥吉拉联名，好像是纪念哥吉拉，不知道是几周年70周年啊，我不知道现在 Uniqlo 店头还有没有了哈。如果我们这个 Uniqlo 有看到的话，不好意思。稍微帮我们自己 promote 一下，这个什么意思呢？因为我拍的每一部影片身上穿的 T 恤都是在 Uniqlo 买的。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只是说如果各位有喜欢这件衣服的话，可以去 Uniqlo 找找看，说不定你还在某一些地方还可以找到，大概是这样。好，那我们来讲什么呢？我们来讲这个，我觉得啦，这个是许宗力大法官在卸任之前最后一号判决。那其实他在民事上或者是在我们税法上有一个划时代的意义。怎么说呢？什么叫神之一手？那时候媒体是说神操作，来我解释一下给各位听。它的事实部分是这样，是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数字第183号裁定裁出来是什么呢？来，各位请看，原告之父，也就是被继承人陈某某。那这样吧，我们按照我们一般上课的时候，来，甲夫跟乙妻两个人有婚姻关系，有婚姻关系之后，他的配偶就是周某某是他的乙妻，子女 A、B、C 三个人这样。然后现在，我们国家考试也都这样，死掉最多次的人是谁？就是甲。所以甲夫过世之后，很简单嘛，按照民法的规定，对不对？通常他的遗产就是由乙妻跟 A、B、C 三人来继承。那有上过我们课或没有上过我们课的同学，各位都知道，我们夫妻之间有当然继承配偶遗产之权，所以乙妻有继承权，那么他的直系血亲卑亲属子女部分也一定有继承权。但是如果子女跟配偶共同继承的时候，每一个人的应继分是1/4，法定是这样。所以算人头1、2、3、4有4个人，那么甲夫的遗产就被分成4份。一般情况是这样，可是这个情况为什么有一点特别？怎么说呢？来，他说原告之父，也就是被继承人这个甲夫，在某年某月某日死亡，他的配偶、子女3个人 A、B、C 都抛弃继承，原告是唯一继承人，100年次没有成年，他的母也就是法定代理人。你说老师，这怎么又有母呢？好，甲夫在外面认识一位小姐，我们叫她丙女，然后这里就是本件的原告，是一个妹妹，妹妹我们说她是 D 好了 ，D 女。未成年嘛，100年次尚未成年，好，到现在也没有成年。好，那你就说老师，这个按照我们上课的时候学的东西这个丙女所生的这个不是，这是非婚生子女，所以他对甲夫的遗产没有继承权。原则上是这样，但是各位可以发现，如果甲夫对原告有抚养的事实，或者是他真的依法认领。只要依法认领，D 女跟甲夫之间就有法律上的亲子关系，所以丙女没有继承权没有错，但是 D 女就会有继承权。好，那问题是什么？各位就可以发现，他说，也就是丙申请核准延期到107年9月3号前申报遗产税，但是逾期没有代为申报。好，那被告也就是国税局查得他生前105年6月20号将所有某一些股票等等赠与给配偶。换句话说，他有一大笔股票，他用生前赠与的方式送给乙妻。那股票部分，他用生前赠与的方式送给乙妻嘛？我们一般人会觉得说这个股票就已经送给乙妻啦，那 D 女就不会继承到这个股票了，应该没有问题吧？不是，什么叫不是？好，来各位看到他说什么呢？已经在105年7月18号完成遗产税申报事宜，并经核定在案。那依照被继承人死亡时系争股票相关性质等等这些部分，对不对？然后他就核定遗产税的总额，核定遗产税总额、应纳税额等等这个部分。那然后来，原告不服，也就是这个妹妹到底发生什么事？也就是这个 D 女到底发生什么事？他说，经查本件争点涉及遗产跟赠与税法第15条，关于什么意思？生前赠与拟制为遗产，下面艺术来。我再讲一次，
各位可以发现，甲现在的继承人有乙妻，对不对？那底下他有这段婚姻所生的 A、B、C 3个子女，他有跟婚外的丙女生了 D 嘛？啊 ，D 不是原告吗？那他不是把股票在生前送给乙了吗？那乙就已经什么？乙就已经申报遗产税等等这些部分。然后最妙的就是什么？最妙的就是本件争点涉及遗产跟赠与税法第15条关于生前赠与拟制为遗产。各位知道，乙就做一件事情，做哪件事情？先生股票送给我了，先生股票送给我了，是在他过世的2年，就是他过世往回算2年内。我们实务上是这样。好，那2年内来，国税局在算的时候，就把这个股票的金额，那我说，股票什么金额？对，股票有多少金额，灌回来到甲的遗产。那最妙的就是D女不会拿到这个股票，为什么？因为这股票已经生前赠与出去了，对不对？但是它的金额算起来还是算在甲的遗产里面，然后乙跟 A、B、C 这3个子女抛弃继承啊，一旦抛弃继承 ，D 会拿到什么 ？D 会拿到遗产全额 ，D 会拿到遗产全额。可是他真的拿到全额吗？没有啊，为什么？因为主要的遗产部分，这个股票已经送给乙，生前就已经赠与给乙了嘛。可是我们在遗产跟赠与税法的规定第15条里面，还是把这个拟制为遗产，换句话说，这个金额算回来，但是 D 没有拿到，但是 D 要缴这个金额的遗产税。各位知道我意思，就变成他送出去的东西是股票，乙真的拿到这些股票具有财产价值，但是没有财产价值的金额算回来到甲的遗产，然后以 A、B、C 3个人再抛弃继承，一旦抛弃继承 ，D 本身就要负担全额计算的遗产费。你说老师这什么？他送出去然后计算金额，对，什么意思？各位数字可以理解吗？比如说假设啦。他的股票是价值1亿，他送给他太太，送给乙什么？送给乙1亿，乙拿到这1亿。可是甲死掉的时候，这1亿这个金额还要算到他的遗产里面啊。其他人不是抛弃继承吗？啊，这样第一有没有1亿的遗产可以继承？你说老师没有？有啊，什么意思？金额看上去有，就账面上有1亿啊，所以遗产税按照账面这个计算。就变这样了，然后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法官看到这个案例之后，发现什么？怎么会？天哪！你看一个妹妹，就我们本题设定的第一女，一个妹妹，她没有拿到这一笔钱呢，她可能会继承到其他遗产，继承其他遗产，她去缴其他的遗产税，这个没有问题嘛？可是她没有拿到遗产，她没有拿到其他遗产，她没有拿到那个生前赠与这一大笔股票的部分，但是却因为我们税法、遗产跟赠与税法的关系，把这个金额加回来到她可以继承的遗产，可是她明明就没有拿到，所以在这种情形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也觉得，这个超过了啦，这贵讨啊，所以他就直接停止诉讼程序，法官就直接依法停止诉讼程序啊。这个是比较早期，所以那时候用大审法，可是后来进到宪法诉讼的部分，所以才会产生这一号判字。主要的事情是这样。好，所以来各位请看，接下来就是判字的部分。后来大法官拿到这个案件之后，也觉得哇，我们北高行的法官就停止审判的这个裁定其实是准确的。怎么说呢？来，遗产跟赠与税法第15条第1项第1款规定，被继承人死亡前2年内赠与下列个人的财产，应于被继承人死亡时，哇。他说视为被继承人的遗产，并入遗产总额，依照本法规定征税。所以他生前送给他太太这个股票，到最后继承的时候要算他的遗产总额。可是他已经送给人家了，对，所以继承的时候谁继承谁就要付遗产税，就这样了。他明明就没有拿到，但是他要付遗产税，这样就拟制遗产的受赠人为继承人配偶，其与其他继承人要如何负担遗产税，欠缺明确的规范，导致配偶以外的其他继承人需以其继承的遗产，就被继承人配偶因受赠产生的财产争议负担遗产税。在这个范围之内，不符合宪法第7条保障平等权的意旨是什么？你有拿到遗产的人，你有真正拿到遗产的人，你才能够缴遗产税。你只是用金额在那边挪来挪去，就让没有拿到遗产的人也要负担高额的遗产税，是不是不平等？对嘛？大法官就这个意思。所以在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前提跟财产权的前提之下，使其继承人继承权的经济价值严重减损者，在这个范围之内侵害人民受宪法第15条保障的财产权。我刚刚就讲有关财产权部分，这样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其实判决主文就讲得很清楚。好，
然后往下来，各位请看这个，他说上开规定对被继承人的配偶，就其受被继承人死亡前2年内赠与的财产，欠缺相当于遗产跟赠与税法第17条之一所定剩余财产差额分配请求权自遗产总额扣除的规定，在此范围之内不符合宪法第7条保障平等权的意旨。然后这个我觉得各位看的时候会觉得有点模糊，但你听我刚刚讲这个事实，你就大概知道说这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因为它只是抽象金额的加总，抽象金额加总回来，它就要负担这么多的遗产税，这是不合理的嘛。好，那立法机关怎么样呢？大法官是说，因为这个牵涉到税法，所以他通常情况要尊重立法机关的租税法律原则对法律的订定，所以大法官没有说他马上失效，他说立法机关什么呢？立法机关应该在本判决公告之日起2年内，依照本判决意旨检讨修正相关规定，在修法完成之前，相关机关应该依照本判决的意旨来依法办理。意思就是给立法机关，通常就是立法院的，立法院2年时间，我们来修正这个啊。如果还没有修正，没关系。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案例里面的妹妹，她在救济的时候，她就可以按照这一号判字来进行必要的救济。所以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这个109年度数字第386号判决为限。那这个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11号裁定，通通废弃，发回去给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诉讼庭。因为我们一般案件，租税案件是高等行政诉讼庭管辖。好，这大概是这样子。好，然后往下，接下来就相关判决理由。那这个一开始的时候是讲这个租税法律原则，我觉得这应该没有特别问题。然后租税法律原则本身有个核心部分，我觉得这个之后，不管是我们法学大意或法学知识，甚至在行政法考试的时候都有机会用到这个东西，就量能课税原则。然后各位都一样。跟我一样，当年在考试的时候看到租税，哟，好紧张哦！天哪，看到 A、B、C、D， 一瞬间都忘记我有学过这个还是我没有学过这个，通常就会凭个灵感啊。这时候脑海里面隐约浮现一个 C 呀，对，那我就选 B 吧。结果答案公布是 C， 这样。所以看到税大家都很紧张，但其实我们大法官针对这些部分讲得越来越清楚，就你有多少能力，我课你多少税；你没有能力，我就不对你课税，就大概是这样。好。那各位，请帮我看这个，其实核心的部分就是这里。遗产税的课征，对于其真正课征主体的继承人而言，原则上还是要符合量能课税原则的要求，不能说他没有拿到遗产，你就用法律的规定把它视为拟制回去，说他有拿到，可是我没有拿到，我不管法律这样规定，你有拿到啊就没有拿到，我不管，反正我们税就这么多，来你要缴，这样。好，所以大法官觉得，这个太不公平了。这太不公平，这也许在某一些就在具体个案里面会发生高度不公平的结果，所以立法机关本身要强调就我们所谓的量能课税原则。那往下就大概是这个，然后他讲了一个名词，我印象非常深刻。如果因为租税课征而使继承人的继承权经济价值严重减损我就没有拿到这个巨额的股票，然后你现在法律规定说我有拿到我就没有拿到可是你这巨额股票又把它当作爸爸的遗产，然后遗产就这么多，可是我拿到金额才这样，你要叫我缴这个遗产金额的遗产税不合理嘛？叫做什么？叫做绞杀性租税。什么叫绞杀性租税？绞杀性租税就是我不管你缴，不然怎么样？不然就扼杀你这个什么？扼杀你这个税基啊？什么意思？就是什么叫绞杀性租税？意思就是我的财产没有那么多，你还是要叫我交那么多的税，那你就是在杀我啊！这个叫绞杀性租税，什么意思？国家用税法像一条绳子一样把纳税义务人绑住，不管你有没有这个能力，你都要缴出来，这就绞杀性租税，是这个意思。你不要说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法官动北调，大法官看了这个也觉得，这个不行啊，所以跟比例原则有违，当然侵害人民财产权。所以在这种情形下，各位就可以发现什么？各位就可以发现，他这个因继承而获财产争议的继承人，可能因为系征规定的拟制而使其税捐负担部分取决于不归属于己的财产争议，而非依其自身的税捐能力争议，这个已经背离量能课税原则。其实大法官讲到这里，我觉得其实后面的部分大概也都差不多，就是这一定会违宪的，是这样，大致上是这个意思。好，然后往下来，各位看最后，他说，如果我们遗产跟赠与税法的15条规定，它没有针对负担遗产税，也就是拟制遗产的受赠人，如果是被继承人配偶，他跟其他继承人要如何负担遗产税？彼此之间，比如说这个配偶跟他的子女之间，这个配偶跟婚外的这个对
被继承人来讲，仍然都是他的婚生子女，因为可能透过认领或其他方式，这个仍然具有婚生子女身份的时候，没有规范清楚，所以配偶以外的其他继承人要用他继承的遗产，就被继承人配偶因为受赠产生的财产争议负担遗产税，在这个范围之内，不符合宪法第7条保障平等权的意志。很明显嘛，钱你拿了，遗产税我缴；股票受赠是你拿走，结果遗产税是我要缴，我没有拿到，我不管。法律规定说，这个就是把它当做你的遗产啊，然后。在本案的事实里面，你看配偶跟其他子女，我们这样讲了，正宫心里想得非常清楚嘛，我就抛弃嘛，抛弃啊，反正2年之内赠与你滞回去嘛，你滞回去，我拿到多少钱你就帮我缴多少遗产税，因为为什么？因为我抛弃继承，我没有继承遗产啊，是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很多纷纷这个什么税法专家啦，什么的这个地政士啦等等各种人都出来讲说啊，这个是神操作啦，神之一手。大法官说不要这样说。什么意思？在这种情形下，有可能使得继承人继承权的经济价值严重减损，在这个范围之内，已经侵害到人民受宪法第15条保障的财产权。为什么？因为你原本的财产有可能会因为这个法律的规定，而使得必须要用自己的财产去填补遗产税的这个漏洞，所以这个是不合理的，是这样的意思。那其他部分就大概都是差不多情况，所以他后面有提到什么？婚后财产等这部分，最后要讲一件事情，就是各位现在也大概都知道，本判决由许大法官中立主笔，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历史的某程度上来讲，我们频道也做一个历史的见证。因为现在各位在看这个影片的时间，可能也已经接触到说，我们立法院正在行使对新一任大法官提名人的同意权等等这部分。那许荣立大法官，这就是他最后一个是在宪法法庭的判决，是这样子。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蛮值得我们观察的。好，如果喜欢我们频道的话，我们按赞、点阅、分享，我们下礼拜见。